女人晾衣服时发生了恐怖的事，陌生邻居竟夸赞她穿这种内衣好看。安娜感到有被冒犯到，到家后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大山。丈夫觉得也许是随口的夸赞，女人就此也没想太多。第二天，他们就收到一封信件和礼物，原来是楼下的邻居保罗送上来的。保罗恭贺他们成为自己的新邻居。原来夫妻俩花光积蓄买下了这套房子，并对美好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。就当他们带着孩子在院中玩耍时，保罗羞涩地端过来一盘披萨，他们这才知晓保罗一个人独居，并且是个不善交际的技术宅男。一番交流过后，夫妻俩对这个邻居也升起了好感。 What a nice man. Yeah, lovely. 殊不知，这位楼下的邻居即将成为他们的噩梦。隔日中午，安娜正独自在家做饭，保罗又端上来一盒他亲手煮的南瓜粥。见邻居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安娜完全失去了戒心。她邀请保罗进屋一起共进午餐。聊着聊着，保羅再次說道 That's a lovely colour on you. It's beautiful. I'm sorry, I didn't mean to. No. 殊不知，正是女人这番友善的表现，让保罗愈发的想要追求安娜。下一幕，保罗回到自己家中，不难看出他屡次分享的食物都是点的外卖，然后再装进自己的餐具里，目的就是为了营造出喜爱居家做饭的朴实形象。晚上，安娜正在洗澡，保罗顺着下水道的流水声听得如痴如醉。隔日，安娜出于礼貌性的回礼，特意来分享她做的香草饼干，这更是让内心持久封闭的保罗心跳加速。没想到下午，安娜刚接娃到家，门口竟放着卡片和鲜花。女人打开一看，竟全是保罗写的赤裸裸的表白话语。女人瞬间十分恶心，她不自觉地擦了擦双手。晚上丈夫到家后，安娜让他看了卡片内容，大山顿时怒火攻心，他跑到楼下公寓猛烈地拍门，可保罗犹如缩头乌龟般的毫无回应，气得大山将信和花又塞了回去。 Unacceptable and inappropriate. Leave my fucking wife alone. Do you hear me? 夫妻俩商议以后对这位邻居敬而远之，再发生这种恶劣行径，他们就报警处理。殊不知，保罗看似木讷呆滞，却是一位技术高超的黑客。他利用技术手段，透过网络黑进了大山家中的每一个角落。夫妻俩对话的字字句句，他全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至此之后，保罗依旧在窥视着大山家的一举一动，甚至先发制人的报警举报，说大山两口子虐待孩子，理由就是他听见楼上经常传来孩子不可描述的叫喊声。警方表示，不久后会有儿童保护机构介入调查。 Just read this, he's harassing us. I have, and that is Mr. Boyd reporting what he believes to be a crime, which she's entirely entitled to do. 夫妻俩百苦莫辩，只能配合调查。保罗的窥听愈发的变本加厉，恨不得全天都在监听楼上的一举一动。另一边，两口子来咨询律师，可律师却表示，当某人行为对另一个人造成恐慌，这种事件需有2次以上才能向法院举报，并且要收集足够多的证据。只可惜，保罗的表白信也让大山撕碎了。大山越听越烦躁，认为律师根本就是吃白饭的，于是他主动来到儿童机构自证清白。只可惜，工作人员觉得大山疑点重重，调查不可能终止。得知此事的安娜跟丈夫大吵一架，说丈夫是此地无银300两，做得多错得多。楼下的保罗开始坐卧不安，他的心态很复杂，他既想报复大山，又不想安娜不开心。于是第二天，他就主动打给大山道歉。安娜刚要录音保留证据，那边就快速的挂断了电话。大山索性上门问询，可保罗依旧人间蒸发般的不予回应。原来他躲在房东的洗衣店内，并告知房东他会离开一段时间。不久后，夫妻俩就收到了和解的律师函，夫妻俩的工作生活终于回到了正轨。更令大山惊喜的是，他发现楼下公寓的大门没有关，他走进去问询，原来是房东委托水电工上门维修，而这里根本没有住户。这可给大山高兴坏了，他天真的以为保罗搬走了，迫不及待的跟妻子开香槟庆祝。晚上，他们还邀请了一堆朋友来新家庆贺。他跟朋友们描述近期的遭遇，说楼下走的邻居简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奇葩变态。这些极尽苛刻的言辞再次被保罗窃听到，这让保罗再次升起了报复心。隔日清晨，孩子们跳上床跟父母打闹，保罗又一次认为夫妻二人在对孩子做不轨之事。随后大山便出差上班去了，孩子们更是在家疯狂的玩闹，混乱的叫喊声让保罗越听越恐慌，他立刻报了警，随后便冲出去阻挡孩子上学。 What are you doing? Get away! Why are you even here? You've left! Child abuser! 话音刚落，警方就赶到介入。安娜不断的给丈夫打电话，这时的大山正跟客户谈得火热，他一次次的拒接，直到聊天结束时，美女老板让大山等他1小时，随后便留下了自己的房间号码。大山随声应和，直到这时他才接起了妻子的电话。一听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男人连夜往回赶，可安娜却闻到丈夫一身酒气。 You stink of it! Fuck this!
Fuck him! 大山冲出家，对着楼下疯狂的踹门，怂货保罗再次打了报警电话，直到警员赶到，才终止了大山疯狂的行径。安娜一夜无眠，第二天便带着孩子们离开了这个家。大山睡醒已是中午，安娜打电话提醒大山说：“你昨晚有一条语音留言。”大山打开一听 Maybe you forgot my room number, in which case, it's verbal. 这下可好，楼下的麻烦没解决，又来了这么大的误会，眼看自己就要妻离子散，大山必须想办法为自己破局。他再次找到律师，可律师的说辞仍然是没有动机，没有证据。大山气到暴走，他又找到楼下的房东，希望房东能赶走这个变态的租户，可房东却说他做不到。他认为保罗很善良，反倒是大山如此的冒失冲动。 I know you, and I don't know you. End the conversation, go away. Much you want for it? Just sell me the flat, alright? Name your fucking price. I want him gone. You need to tell me what you do. 大山毫无办法，他只能联系母亲，然后让母亲转达父亲。因为就在几年前，大山就与父亲决裂了，原因是父亲的激进冲动曾闯下很多祸端，并且老头人狠话不多，基本都用暴力解决问题。大山一直瞧不上父亲，然而这次却不一样，几天都听不到安娜的声音，保罗心里空落落的。突然间，他升起了一丝悔意，看着即将被搬空的新家，还有要面临的各种诉讼，大山痛哭流涕。就在这时，保罗打来了电话，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，并打算撤销诉讼。话刚说到一半，大山的电话突然没电关机了。情急之下，他冲到楼下找保罗谈判。这次保罗谨慎地打开门缝，他只有一个条件，只要安娜回来，他就撤销诉讼。 Right to the police. 见保罗点头，大山这才折返回家。可就当他给手机充电时，他突然发现电脑摄像头一直亮着。不久后，狂暴老爹赶到，父亲将枪支摆到桌上，大山立刻明白了一切。他飞速跑上楼，拔掉了所有网络装置，这才发现连孩子的玩具都有监控。老头合上窗户，然后平静地和大山商量动手时间。大山解释说，他答应我先撤销诉讼，我们就再给他1晚时间。父亲没有多言，默默走上楼安顿下来。这边保罗在疯狂地删除自己的监控记录。隔日清晨，保罗就将撤诉信塞了进来，信中明确表示他只针对女人安娜撤诉，而大山就是彻头彻尾的混蛋。父亲读完信件后，将枪推了过去，说你来动手，我来背锅，我活这么老了，进去没什么关系。大山呼吸局促，双唇颤抖，他实在是没有勇气做这种事情。见大山紧张到快哭了出来，老头没有再逼儿子，他拿着枪走出了家门。随后，老头装作迷路老人敲响了保罗的门。I'm lost. Let me get some more. You made my son's life a misery. 枪响过后，大山在水池边吐了出来。父亲淡定地擦着枪，然后安排儿子报警。不久后，警方逮捕了老头。考虑到年龄问题，老头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，而大山则日日郁郁寡欢。不仅是对父亲的愧疚，还有对自己无能的悔恨。在申请无数次后，父亲才同意面见大山。大山质问父亲为何不愿意见自己。老头说：“你还有家庭要照顾，不要徒添烦恼。”并肯定地告诉儿子说：“我为你骄傲。”原来，在案发当天，老父亲刚刚走进保罗房间。 Made my son's life a misery. 做完一切后，大山虚弱地呕吐起来。父亲将儿子扶了起来。Don't you come back. 故事的最后，安娜和大山和好如初，他们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步入正轨。